哎，Kim，我问你哦，一般上你上大号是顺畅的还是 jam 住的啊？哎，怎么可以在全国观众面前问我这个问题呢？啊，开始录了。没有，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就是便秘，怎样才算便秘呢？如何避免及舒缓？肠道菌群和中医理论竟有相似之处，中医按摩法帮你排便顺畅，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你猜猜，10个新加坡人里面有几个会有便秘4到5个。哎呦，你不只是漂亮，人又聪明哦。那么其实呢，4个就有1个，10个里面呢至少有3个。哇哦，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哦。当然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出了我们的这个肠胃及肝胆专科韦俊涛医生。也要欢迎郭亮和陈宁。欢迎3位，来请坐。想请问一下3位，就是在我们5个人当中，谁是有便秘的问题？请举手。都有啊。哇，你没有？哇，那陈宁，你怎么认为你自己有这个问题？每3天去1次厕所。哦，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便秘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以为正常人应该是每一天都会上，但是我并不是每一天。我也是差不多这样。你也是这样啊，3天这样。哇，你们很省哦。哇，你们没有随便浪费水嘞。OK， 那亮哥呢？其实我平时没有这个便秘问题，但是我离开新加坡一定会有3天。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一样，但是我一般上我也不是每天都会上厕所的人，所以我认为说我自己有便秘的问题。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便秘，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这个迷思环节。Yes， 来 ，OK， 第一题，便秘的定义就是没有每天排便，真还是假？真、假、假。为什么你觉得是真的，陈宁？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每一天要排才是顺畅的嘛。那如果有一天是卡住的话，那就是便秘了。OK， 来，亮哥呢？我真不知道原因，因为我说不上来。那因为如果这个是假的话，是答案，我相信一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对，比如说1天还是2天，对吧 ？OK，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是聪明的回答。OK， 好，我偶尔还2、3天才会上一次厕所啦。然后我有看过医生，然后医生说不一定的，不是说你2、3天一次，只要你一直都是这样的话，是算是蛮正常的。OK， 来，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真还是假？医生是假。假的。来，原因。对。就是我们要说便秘呢，会有几个定义。第一个就是它的次数，是你每天3次或者3天才1次，还算是正常的。第二呢，就是大便超过1/4的时间，你需要用力来推，也是算是便秘。第3就是如果你的1/4的时间你是需要大完之后好像还要去多1次，也算是便秘。所以3个定义。我有试过有一些病人，他来看我的时候，他告诉我。他1个星期大便1次啊，从小都是这样。他以为是正常，他是长大了去有朋友了，开始为什么你们每天对他才知道是不正常才来看医生。OK， 第2题，便秘时多吃蔬果就能缓解，真还是假？假，真假？因为我其实吃蛮多水果跟蔬菜，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帮到，肯定没有吃对啊。那什么是吃正确的水对？果？很明显，香蕉嘛，没有用，吞了1吨啊。我吃香蕉、木瓜都没有用，我只吃那个黄色的龙珠果才有用。我方坚决认为是假的。为什么假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吃了那个水果之后，反而更加不通畅。怎么可能？哇，你们很乱嘞，医生，真还是假？是假。是假的。如果你吃太多的蔬菜水果，很多时候分辨变得太硬，你宁愿是吃一个均衡的饮食，譬如说有饭、有鸡蛋、有肉，还有菜，这样更好。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水果的，在内地有一些地方很难找到新鲜的蔬菜的，那这种人呢可能会便秘，你给他们吃一些蔬菜水果就会帮助。不过新加坡蔬菜水果都很容易找得到，是你吃太多反而不好。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是吗？对，你是均衡饮食反而更好。均衡饮食。OK， 对哈。我记得我之前我不是几天才
上厕所一次，然后后来我开始打乒乓哦，然后非常很顺畅嘞。对呀，我们有3个法宝，一个就是喝水，因为我们的大肠的功用就是吸收水分，你喝水不够，它就会太硬。OK。第二呢就是蔬菜适合的数量的蔬菜哈。第三就是运动，当我们很懒惰的时候呢，肠也会懒惰。你做运动的时候呢，肠比较活跃。对，所以有没有什么水果是你可以建议的？龙珠果很好，其实什么颜色都可以的，龙珠果可以，这 kiwi 都可以，奇异果还有 papaya 我也是。try 了，全部没有用，只有还有黄色龙珠 prune 都可以试试。你有试过吃香过？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吃香蕉没有用？其实香蕉里面呢，它有一个化学物叫 tannic acid。吃了之后呢，它会令到你的粪便更硬。OK，除非你吃一些熟的香蕉，它就比较少这个东西。OK，哇，那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我们便秘的话，可以吃一些益生菌呢，对我们的肠道是有帮助的。那么便秘的时候就可以减缓，是真的吗？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理论是说，我们肠里面的很多的细菌有好有坏，它们有一个平衡。当它的平衡受到骚扰的时候呢，它就会导致肚子胀气啦、泻或者是便秘。如果你是一些好的细菌或者是益生菌呢，它跟这个平衡可以重新来过，所以对肠胃会有帮助。你知道吗？如果我选益生菌的时候呢，我通常会选那些配有益生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呀，我当然知道啦，因为这个益生元呢是提供益生菌的养分嘛。那你的益生菌有食物吃，它就有力气做工了嘛，对不对？哇，讲得非常好。好了，好就好。第3题来了，便秘会增加大肠癌风险，真的还是假的？真，应该是吧？你是看对方2位同学？没有，我没有看到。没有。对，请问什么叫应该？ OK 啊，加了。大肠癌风险加。OK， 来，陈琳。就感觉如果全部都堵在你身体里面，是会很不健康了。对啊，而且人家宿便容易造成癌嘛。不是，他便秘的时候啊，这样严重啊，那个便秘堵到那个大肠那边啊，不可能啊。OK， 没关系。OK， 医生，真还是假？是假。是反过来，就是一个病人他有大肠癌或者有一个很大力的息肉，他会堵住了肠里面的粪便的流通，他就会便秘。所以其实是有大肠癌的人就比较多便秘，但是便秘本身是不会导致大肠癌。OK， 接下来这个迷思我就觉得很有趣，蹲比坐更有助于排便，真还是假？ Of course 啦，真，这个都是人生的经验，对不对？对，有益助力吗？是，对呀。答案正确了，然后医生是在点头。对哈，真是非常聪明。我们的肛门跟那个直肠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我们坐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90度的角度。当我们蹲下去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角度就变成比较直，所以这个粪便比较容易排出来。那我也知道了，现在人都是坐马桶，就是把这个放在马桶下面，然后2只脚放在，它就是也达到刚才医生讲的了，这个角度啊。对，因为坐高的话，当然是对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排便也比较顺畅，对不对？对哈，那些有便秘的人用这个方法，很多时候都可以比较容易大便。是的，我们现在马上来看成绩好不好？然后陈琳4题对2题，然后郭亮。 哇，有一点意外哈，知识分子也答对2题。最惊讶的就是整天打乒乓都可以答对4题，很厉害。这个道理，我不作弊呢也是，我不是因为他便秘问题严重。OK， 总之呢，广告过后回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医对便秘的一些见解，好不好？是，回头见。回头见。 欢迎林立明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是的，欢迎。那么想请问一下医师，就是你认为便秘和什么是有关系的？便秘基本上跟几个因素有关系，就是我们讲肠道积热。OK， 肠道积热基本上就是过食一些辛辣、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或者是抽烟喝酒，或者是误吃了一些补药，就使到肠道积热。OK， 然后耗损那个津液，导致肠道干涩。 就会形成便秘。吃错补药主要是因为
自己去买，没有经过医师的意见，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对，或者是熬夜，你说哎呀熬夜我要去进补，是所以你就吃一些很温补的药。又吃错了。对，接下来就是气血亏虚，可能你平时你的气血就虚弱，是，再加上久病或者是妇女是产后，所以就会耗损气血津液，无法濡养到那个肠道，它就会导致大肠的传导无力，是，引起了便秘。接下来就有气机郁滞，就是忧愁思虑过度，坐卧过久，或者是活动过少，致气机运行不畅，那腑气不通就会形成便秘。下一个就是年老体虚，那年老脏腑功能减退，如果是肾阳虚的话，你看阴寒就会凝滞，造成阳气不通，那腑气就不行，就会形成便秘。那如果是肾阴虚的话，它就阴液不足以濡养这个肠道，就会导致便秘。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淤血内阻，就是淤血在我们的身体体内，它导致气机运行不畅，气不行，腑就不通，就会形成便秘。那同时淤血不去除的话，心血就不会生，那心血就不足以濡养肠道，就会造成便秘。哎，不过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在补这个益生菌，那医师怎么看待益生菌？OK， 我们先了解一下益生菌，就是人体肠道的微生物，它可以分成有益菌，就是所谓的益生菌，跟有害菌，就是所谓的病菌。那这两类菌群它要保持一个平衡，你才会健康。那这个我们叫微生态平衡。OK，所以我们讲中医学跟微生态学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我们讲益生菌比喻成中医的阳，那有害菌就病菌就是阴，是，所以阴阳平衡，人就健康。所以都要有，都要有啦。对，益生菌也可以比喻成正气，那病菌也可以比喻成邪气，那邪气盛，正气虚，人就会生病。所以所谓的正气就是指免疫力的意思吗？哎，对的，所以我们讲微生态平衡跟中医的阴阳平衡跟扶正祛邪的理论是相通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中医这方面有哪一些是可以缓解便秘的手法的吗？我们都采用综合调理，综合。像我们有中药，那中药一般上除了内服，也可以贴敷在穴位上，也可以加热做成一个热烟包。热烟包，面包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放到微波炉，是加热2到3分钟就可以用了。我可以里面有什么东西？对啊，你看里面全部都是中药。里面有多少种中药？不是多少种，你就要看个人的情况。这个弄热之后放什么地方？就以腹部为主。放在腹部。腹部上要找专门的位置。对，我们可以找，就好像我们讲像，你可以这样，就是在穴位的部分去给它温它的那个穴位。之后呢，你可以这样平放，给它躺住，这样压着也可以。对对。不过重点是温度，一定要50度左右。50度。对。那还有其他的吗？接下来我们就会用针灸。针灸除了针刺之外，我们也可以用耳穴贴压，也可以用艾灸，也可以用灸饼，来调理脏腑，补益气血，疏通经络，达到润肠通便的一个效果。OK。那其次，多项研究也是证实了，针灸它可以多方位的调节肠脑轴的一个平衡，从而恢复肠脑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善脑功能跟肠胃功能的一个双重作用。是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有拔罐。拔罐主要是通过对腹部穴位的一个刺激，它达到调养脏腑、疏通经络。还有就是推拿，常常我们就会用那个掌摩法按摩这个腹部，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气血运行，然后达到行气，导致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第5个就是气功疗法，也可以是八段锦，可以是五禽戏。所以这五禽戏里面，它有一个虎戏，就是模仿老虎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就协及到肝经，它能够通畅气机。那熊戏它就侧重在腹部，就一种腹部的一个运动。所以它能够通调中焦。那鸟系它就能够宣降肺气的一个作用。好，所以这3系都能够疏通我们的身体的气机。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肠的一个传导作用。明白。使到这个排便有规律化。就是要活动起来就是了。对，就活动起来，多活动。那最后就是我们的食疗咯。
来，林医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什么食疗？芝麻黄芪蜂蜜糊。材料方面就是这3样，对吗？对的，所以我们有黄芪，黄芪本身有补气生阳，益胃固表的一个功效，我们要用20克。好，这个黑芝麻有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的一个功效，这个是60克。60克。然后蜂蜜，蜂蜜就适量。蜂蜜本身是补中缓急、润肠通便的功效，所以整个食疗方它本身就有补中益气、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先将黄芪加水500毫升，把它煎成汁，然后用这个汁跟芝麻用搅拌机跟它搅碎，变成糊状。然后在煮熟之后再加入这个蜂蜜，分2次把它服完，每天1剂，1剂就差不多有500毫升。所以这个食疗很适合气虚患者服用，而且它的蜂蜜香也很浓郁哈，这个我很喜欢。啊，你要添一碗，对，你比我更厉害。我觉得他老人家添一碗，真的好哎，真的怎么样？味道 OK 啊，还可以接受啊。可以啊，很可以啊。其实它就是一种真的很香，芝麻香。对，连那个蜂蜜也不会强调它的味道。没错。医生觉得怎么样 ？OK 啊，可以接受吗？好喝，好喝，喝够3碗了。这个好了。哎，不。各位想要知道怎么让交通更加顺畅吗？现在有请林医师为我们做一做这个腹部穴位按摩。在做这个按摩之前，先排空小便，然后采取半仰卧的姿势。有，我刚刚出来，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膝盖弯曲，对，你膝盖弯曲，你的腹部就会放松啊，所以这个就方便你按摩。第一步可以，你先将你的右手掌平放在你的腹部。将你的左手垫上去，沿着你的肚脐周围，顺时针方向环形掌揉腹部10次，这样10次。对。向下到上。啊，对了。对呀，时钟的走向。对。好。然后就将你的双手移到你的右下腹部啊，从那边开始向上、向左、向下，大圈呢就是环形的掌揉。就是一面在按，一面在环形，一边揉一边走啦。这个小圈走大圈呐，对，所以这个刚好就结合我们的大肠的一个结构，就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从无形当中就将你的大便推向你的直肠排出去。这样子要多少圈，还是要多久？一样10次。10次，10圈呐。对，接下来第3步就是按揉穴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神阙穴。所以我就放热，就是我们的肚脐就叫神阙。神阙。OK。接下来我们就有中脘，中脘是5个手指，肚脐上面。你在肚脐上面5个，所以刚好是直线，所以就在这边。然后中脘跟肚脐之间的连线的终点就是下脘，然后再来我们就有一个天枢穴，天枢穴是肚脐左右旁开2寸，2寸的距离是以3个手指。3个手指。对，这2个都是天枢啊。啊，对。3个手指。对。然后再下来，我们就有关元跟气海。那关元就是肚脐下3寸，就是4个手指。4个手指。对，那个叫关元，就是元气所在。是哦。关元跟肚脐之间连线的终点就是气海。算一个。所以这几个穴位你可以用拇指来按揉。所以是中间。中间按揉10次，就是也是顺时钟的。对。然后就这个中脘这边。对，就一样10次。对，然后当中的下脘。对。然后就下脘 ，OK，接下来就2个天枢，就用2个拇指 ，OK，也是一样，2个都顺时钟顺时钟 ，OK。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关元，关元这边，对，也是10次，然后气海，所以你在按揉的时候，你的那个力度要适中，直到腹部下陷1个厘米，然后幅度由小到大，1天可以做2次。OK， 每次10分钟。然后按完要不要喝水啊？对，喝一个200毫升的温水。我们来请问一下韦医生哦，其实健康的便便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颜色啦，可以是黄色、浅黄、深黄、棕色、深棕色都可以，只要不要黑、不要白就可以。有白色，
对呀，譬如说我们的粪便是需要有胆汁让它变成有颜色。是，如果胆管有堵住，譬如说有胰腺的问题或者胆管结石的问题，没有胆汁去到这个粪便，它就会白色，好像你的衣服的颜色。真的啊？我这第一次听到，黑色我知道出血嘛，对呀，出血我黑色，形状会改变吗？通常没有胆汁去到粪便，它会白色，还有会稀啊，会哦，黑色也好像我头发真黑也不好，我怕它是内出血。你的出血，对，黑色我知道。哇，还有就是它应该是不可以太稀，也不可以太硬，不可以一粒一粒这样哈，中间都是可以的。一般上你们会用什么方法来治疗那些有便秘问题的人？第一呢，我要他们做运动也会有帮助。第二呢，就要喝足够的水分，最少是每天2公升左右的水分，可以是水，可以是咖啡、茶、汤、汤面都可以哈。好。第三呢，就是如果平常没有吃水果的，就吃多一点水果。如果真的不行了，我们可以有一些药物。我们药物有3大种，一种呢是纤维素，不过呢通常都不需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街上在 market 都买得到很多的水果跟蔬菜，所以你再多的蔬菜反而会不好。第二呢，就是一种叫osmosis， 就是喝了或者吃了之后呢，粪便会比较软，比较容易排出来。第3种呢，就是叫这个刺激的东西，就是让这个肠动得比较快，所以粪便就比较容易排出来。有3种。泻药咯，最后一种是泻药。第2种跟第3种都是泻药。所以便秘会不会带来什么健康的后遗症呢？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严重的东西，不过呢，有些病人有这个痔疮，所以当痔疮是在肛门肿的血管，如果他们便秘要很用力的在的时候呢，他的肛门的血管会比较肿大，可能会痛跟出血。第二呢，就是有些老人家，尤其是男人有这个小肠气，他们太用力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下体呢就会有小肠从肚子里面跑到他的下体，这种叫小肠气。小肠气这个要注意。还有一些老人家有一些前列腺的问题，他们平常小便比较困难，他们便秘的时候呢，连小便都不可以小便，所以那些有前列腺问题的人也要注意。最后呢，小部分的病人呢，他们有肝硬化，我们的肝帮我们排毒，肠里面很多毒素吸收之后呢，去到我们的肝就解毒。但是呢，严重的肝硬化的人呢，这个毒不可以解，当他们没有大便呢，他们会昏迷啦，会有这个我们说肝脑病OK，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这个时候呢有便秘的问题的话，真的，今天我们教你的，你们可以回去想一下。对啊，因为日日通畅，心情才会舒畅哦。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喽。是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谢谢韦医生还有林医师，谢谢你们。也非常感谢郭亮陈琳，谢谢。请继续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